用100期视频讲解全部1376款红白机游戏。大家好，我是雷文，欢迎收看红白机游戏终极鉴赏系列，今天是第20期。这个系列节目做到现在已经有2-3个月的时间了，偶尔看到会有朋友感慨说，没想到红白机上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游戏。其实人们记忆中的事物都是不完整的，很多时候我们只会记住关于它印象最深的那个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每当从外界获得已经熟悉的信息，会让记忆中最深刻的那部分逐渐成为标签，慢慢淡忘其他平淡的内容。可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滤镜。还有些是从一开始就不知道，也鲜有人提起的，仿佛他们就从未存在过。多年以后，当它的全貌逐渐又呈现在眼前，那些具体的部分填塞到记忆中时，会发现已经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如果觉得刚才说的太抽象，我再举个例子。每当说起科比的时候，可能脑海中出现的是曼巴精神，是他口中凌晨4点的洛杉矶，是单场81分的神奇表演。但如果完整回看得到81分那场比赛的录像时，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他都在打铁。闲扯结束，进入本期主题，1987年4月发售的游戏。名侦探秋刀鱼，南梦宫推出的一款侦探冒险游戏。游戏里的主角人物名石家秋刀鱼，在现实中是日本著名的落语家和搞笑艺人，和塔摩利、北野武并称日本搞笑艺人3巨头。在游戏中，他化身为名侦探，玩家扮演他的助手。在一座豪宅举行的派对上，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并且一颗名为非洲之星的名贵钻石被盗走。同时在场的还有其他8个人，他们都有某种秘密要隐藏。秋刀鱼接受委托调查案件，找到真凶，并要找回钻石。操作方式和传统侦探冒险游戏类似，在场景中画面右侧展示行动指令，以图片的形式呈现，通过和人物交谈检查场景中的物品来收集线索，推动剧情。通过选择图片的行动指令，还会呈现子菜单继续选择。例如选放大镜图案后，会有不同的动作指令选项，还可以使用一个螃蟹图案的光标在场景中移动和点击，类似电脑鼠标的效果。点选照片的图案后，会出现在场的人物头像，可以选择交谈。公文包用于存放证据。人物离开场景后，会来到一个俯视的大地图，在上面自由行走，选择要去的地方。一开始的地点比较少，随着情节的推进，能解锁更多可访问的地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完全线性的发展。相反，在已有的可调查范围内相当自由开放。游戏中的角色基本都是现实中的喜剧演员，他们和秋刀鱼一样，都以大头 Q 版的形象出现。虽然是凶杀案，但整个的调查过程氛围轻松，很多场景互动和人物对话的过程都以搞笑的方式进行。大侦探也并不是一味正经的工作，甚至要没收女性的内裤作为证据。在一些特定的调查场合，还会出现几个动作类型的小游戏，通过后推进故事的发展。最有名的一个小游戏是模仿了南梦宫自家的小蜜蜂。作品到最后有多个结局，当然只有找出真凶才会呈现好结局。这座的场景互动和菜单命令系统是到目前为止红白机上的侦探冒险游戏里做得最好的。图片生动，大地图很方便，指令操作相对简单，互动丰富，对话中还有少量的动画展现。谜题和小游戏并不太难解决，配合上整体的喜剧氛围和演员的人气，让作品当时在日本大受欢迎。但很遗憾的一点，如果不是那个年代过来的日本人，有些梗和文化内容我们无法理解。个人评价3星半。苹果镇物语，史克威尔针对磁碟机发布的一款模拟类游戏，它是一部移植改编作品。原版是1985年由动视推出的游戏《小小电脑人》，发布在多个电脑平台。这里有必要先说一下《小小电脑人》这部作品。在一栋3层楼的房子内部，以测试图显示，片刻之后，一个动画角色人物和一只狗搬进了房子。他每天都会做各种事情，比如做饭、看电视或看报纸。玩家可以通过几种方式与人物互动，包括输入简单的命令让角色执行，与他一起玩扑克牌游戏和提供礼物。有时角色会自己发起联系，邀请玩家参加游戏或写一封信来解释他的感受和需求。每新开一次游戏时，会随机生成自己独特的角色，
名字也是从256个名字的列表中随机选择的。我想说到这儿，你就会发现，这不就是模拟人生吗？实际上，后来模拟人生的设计师威尔赖特也说过，他从这部作品中吸取了灵感。所以优秀的作品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通常都要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经验的积累。这部小电脑人的设计思路往上还可以追溯到70年代，但这已经离我们的主题太远了。再回到红白机上的这座苹果镇物语，游戏移植后，角色换成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猫，3层楼的房间布局也做了调整，玩扑克牌换成了占卜术。不过由于早期的磁盘容量小，游戏里的内容不多，而且能互动的项目就那么几个，除了占卜，主要就是赠送礼物和传递书信，其他大部分情况下只能看小女孩度过一天的时间。磁盘的手册上有提到去镇上和人交流，但实际并没有体现，应该也是容量的原因。如果现在来玩这个游戏，肯定是没有耐心玩下去的。不过正是因为早年有了这些不成熟的创意和作品，才造就了今天游戏的多样性。个人评价2颗星。暗黑要塞这部作品由 BossTech 开发发行，这个公司最有名的游戏是银河英雄传说系列，在多次的合并重组后，公司名称于2009年消失。本作发布了红白机的磁盘版，此前1986年在电脑端还发布了该系列的一款作品，背景设定上有些关联，被认为是这部的前传。前传作品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银河战士的开发。这是一款赛博朋克世界观的横版动作游戏，玩家控制的主角是一个灵魂，必须依附在敌人的身体上才能生存。光明与黑暗2大势力控制着世界，黑暗势力入侵地球并劫持了公主作为人质。主角的目标是探索黑暗要塞，找到隐藏在其中的5个神像，以阻止入侵并营救公主。说说作品的2个特点，第一个是操作，除了正常的攻击和跳跃按键，人物的移动方式很特别，按方向键下但不用持续按住，人物就会一直下蹲，按上键才能恢复站立。前进时如果按相反的方向键，人物会倒退行走。如果想要转身，必须先按上键面向内侧，然后按反方向键。这套操作方式在游戏中没有任何的意义。第2个特点是玩法，根据背景设定，主角消灭敌人后可以附在他的尸体上，然后获得对方的能力。大家比较熟悉这种设计的应该是后来的街机游戏《变身忍者》，这些能力也是各有特点，如强力的近战或远程的巫师。另外，游戏内的很多墙壁可以破坏，能获得道具或者打开道路，其他的都是一些常规的横版动作设定。游戏的流程基本上是线性的，没有太多的解谜内容，道具种类也是比较常见的类型。这是 BossTech 的第1款红白机游戏，他们对这部作品野心很大，可以看到画面十分精致，场景和角色的细节都很丰富。但正由于这样的设计，加上不熟悉开发环境，导致了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游玩的过程中要不停地加载和读盘。不仅是切换场景的时候，主角出现、遇到敌人、跳跃、爬梯子，只要是新图形加载都会暂停读盘，基本上走几步就会停下，这样游戏流程没法正常进行，同时极容易掉入陷阱和跳不上平台。另一个问题是物体的碰撞和攻击判定，在你消灭敌人之前只能不停地打，因为不知道到底哪下打中了他。理所当然，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可能是团队成员不想让自己的心血白费。据说现在游戏有了 Switch 版，修复了这些问题。个人评价1颗星。绿色兵团，科乐美著名的横版动作游戏，1985年发行街机版，大获成功后移植到多个平台。在红白机上最先发行的磁盘版，原名直译为绿色贝雷帽。同一个月发布美版，但具体日期已经查不到了。美版直译名突袭攻击，2年后发行欧版。红白机版可以双人同时游戏，采用一击必杀的设定，玩家控制角色用小刀作为武器攻击敌人，对敌人也是一刀解决。方向键下可以匍匐，方向键上跳起，在空中也能挥刀攻击，消灭特定的黄色敌人获得武器，包括火箭筒、手雷。有些关卡还有限时的手枪和无敌五角星。主要的敌人有3种，普通的敌人没有技能，红色敌人可以跳起飞踢，黄色敌人用手枪射击，
并且会在屏幕上追逐玩家角色。红白机上的磁盘版和 NES 卡带版整体内容大致相同，略有区别。磁盘版消灭特定黄色敌人获得的武器只有1发弹药，但同类敌人数量更多，连续获得子弹数量最多累加到9，即使更换武器类型也能叠加。过关后可以继续携带。NES 版获得武器后有3发，但不能叠加，同类敌人较少。2个版本的关卡数都是6关。磁盘版在第4关和第5关清除地雷后有地下的场景 ，NES 版没有这部分的内容。另外2个版本的敌人数量、出现方式和反应速度略有不同。NES 版的初始生命树也要多2条。总体上，磁盘版的难度更大，从最后一关的 BOSS 战就能明显看出敌人的差异。作为老4强之一，本作在国内普及度很高，应该大部分朋友原来接触的都是美版。游戏初上手有一定的难度，但和敌人短兵相接，你不杀死我，我就杀死你的设定很容易上瘾。配合上优秀的音画水准，游玩过程紧张刺激，反复挑战磨练技术通关，是小时候向高手进阶的必经之路。个人评价4颗星。可可纳世界游戏的开发商索菲尔是一家信息技术公司，主要从事商业应用系统开发、多媒体服务等业务。在80、90年代短暂涉足过游戏行业，开发了一些 FC、Game Boy 和 SFC 的游戏，这是该公司的第1款游戏。作品的类型是面向女孩子的冒险类，玩家控制小女巫可可纳，她住在一个森林里，以一个俯视视角呈现，来到屏幕边缘会切换场景。游戏是开放式的，一开始你并不知道要做什么，只是在森林里闲逛，按 B 键能和可可纳互动，他会说些有的没的。画面的左上方有4行内容，一开始前3行都是5个图标，第4行为空，下面逐一说明。第1行是魔法，按 A 键发射，每发射一次消耗半个帽子的图案。森林里有很多动物，用魔法消灭它们会掉落不同的道具，如果魔法用完，可以找特定地点的小仙女进行回复。第2行的一排笑脸是情绪值，随着时间的消耗，可可纳会提出一些想做的事情，比如想吃蛋糕，想玩小游戏。在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前，笑脸会逐渐减少，如果减少到0，可可纳变成天使升空，相当于挂掉，游戏结束。所以要在情绪消耗完之前满足他的需求，这样就能恢复笑脸。另外，如果用魔法消灭了场景中的好动物，也会减少半个笑脸。至于哪些是好动物，哪些是坏动物，根据外貌来判断。第3行拳头图案是健康值，随着时间推进逐渐消耗，被坏动物攻击也会消耗半格，这来相当于血量和饥饿值，如果消耗完也会挂掉。回复的方式是吃东西或者泡温泉。最后一行是财宝，一开始没钱，有时候击败动物会掉落，或者有些特定的位置可以获得，作用是用来买东西。所以游戏的目标就是做好身体管理，让可可纳活得更久。画面上方偏右的部分显示获得的道具，有些道具体现增益效果，有些可以用来做别的事情，例如鱼竿可以钓鱼。另外，森林里还有几个地方可以玩 bingo 小游戏和星座占卜，还可以记日记。画面右上方显示天数，每过1天，左侧的各种状态上限+1。到了第6天，再来找小仙女，可可纳会变成穿婚纱的公主，游戏通关。虽然游戏里场景出口切换带有随机性，但整个森林并不大，花点时间转一下就能熟悉。同一种动物掉落的物品是固定的，了解了整个森林的生态后，坚持6天很容易。游戏的设计算是很有创意，场景角色的可爱风格应该很吸引小女孩，不过内容不多，可玩性并不充分，加上游玩的节奏十分缓慢，很难坚持下去。要是把这个设计框架用现在的技术填充起来，应该是个不错的游戏。个人评价2星半。9路围棋游戏的开发方 BPS 全称是 Bulletproof Software 子弹防御软件，他们的主要作品是各种俄罗斯方块系列。公司在1996年被 Blue Planet Software 蓝色星球软件收购，成为子公司。正好这家公司的缩写名也是 BPS。2001年以后，子弹防御软件这个名字不再被使用。这座是红白机上的首款围棋作品，最先在磁碟机上推出，同年8月份又发布了日版卡带。
基于1984年电脑端的围棋游戏进行开发，同时作品也得到了日本棋院的推荐，用于初学者和小朋友练习。如果懂围棋的朋友都知道，正常棋盘是19路，而9路棋盘较小，双方对垒少了开始的布局阶段，直接进入攻杀，比较适合尚未形成大局观的小朋友，或者用来做死活练习，提升棋力。游戏开始界面有4个选项，选择单人游戏和电脑对战或者双人对战，还有观看回放录像和选择课程模式。在对战模式中，一开始左右方向键选择难度级别，从第1级玩家执黑，对方让5子，到最高14级玩家执白，反让对方9子。如果是公平对决不让子，选择5级或者6级开始游戏。从这点来推测，因为有了让子的设定，电脑的棋力应该没有区别。游戏里的落子方式是由黑白2个小忍者将棋子扔出去。录像模式可以观看不同的对局，中途的步骤暂停也可以自己下。最后一个教学模式，讲解一些基本的内容和套路。虽然不是完整的棋盘，但这部作品的9路围棋内容还算丰富，各种级别和模式足以应对初学者。个人评价2颗星。魔界岛七岛大冒险，卡普空推出的作品仍然不是红白机原创，本作移植改编自家1984年发行的街机游戏《胡子船长》。早期的街机版内容比较单薄，拿到红白机上做了很多调整，并增加了不少元素。这部作品属于动作解谜类型，游戏以俯视的视角呈现，玩家扮演的主角桃太郎，主题是要在大海的7个岛屿上解开谜题，收集线索，击败岛上的 BOSS， 最终找到大宝藏。一开始在海上寻找特定的海盗船，登上海盗船后切换到战斗场景，人物可以跳跃，主角攻击海盗的唯一方式是拿起场景中的木桶砸向敌人。如果一个木桶消灭多个敌人，能获得更多的分数。左上角的分数也是人物的生命值，越多越好。分数下面还显示一个数字，表示在海盗船上需要消灭敌人的数量。达成后见到 BOSS 海盗船长，击败他获得一个岛屿的钥匙，接下来就能来到对应的岛屿，用钥匙解锁上岛。每个岛屿都是一个大型的迷宫场景，不同的岛屿有不同的主题，敌人也都有自己的特征。岛上消灭敌人的方式从扔木桶变成了扔石头，有些石头下面能获得道具或存在隐藏的内容。解谜的内容主要是寻找几样关键的物品，遇到特殊的人物会提供一些线索。再就是击败岛上的 BOSS， 完事后通过一些特定的区域可以快速离开。游戏的解谜部分设计的不太好，特别是在海上广阔的区域找海盗船，在最后的阶段还得找到一艘特殊的幽灵船，击败 BOSS 后获得关键道具。有时候为了拿到物品，还得再返回之前的岛屿。游戏结局根据收集的物品和探索岛屿的情况会略有不同，要达成最好的结局得拿到所有关键物品。这部作品的画质水平和音乐制作都还不错，不同岛屿的主题也让人印象深刻，但设计的风格没有体现出卡普空在动作游戏上的优势，加上解谜也不是它的强项，导致实际上手玩起来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有意思。个人评价2星半。森田将棋，红白机上的第2款将棋游戏，这2部都是由 SETA 推出的。第一部是1985年8月发行的本将棋内藤九段将棋秘传，而这部森田将棋更加有名，有一个系列作品是将棋类游戏的代表。森田指的是程序员森田和郎，专注于开发将棋 AI。他设计的将棋程序曾在多个电脑将棋竞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即使在当年红白机性能受限的情况下，仍然展现出惊人的计算能力，曾一度被视为不可战胜。初代的森田将棋发布在计算机平台，红白机上是系列的第2作，后来一些年在 SFC、N64、PS、PC 上都有发布续作。游戏进入后界面非常的简单，一个将棋的桌面，右侧有几个指令选项，第一个开始对局，可以不和电脑对局自己操作，或者选择和 L1 到 L3 3个难度级别的电脑 AI 对战，还可以两边都设置成不同级别的 AI 进行对局。在线指令可以重现刚才对局的步骤，盘面指令可以自己摆盘研究，最后一个是进行自由设置。
这款作品电脑的水平应该比之前的一部本将棋要高，不过对我一个不懂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好像红白机上这个系列也只有这一座，个人评价2颗星。北斗之拳2世纪末救世主传说系列的第2部作品，继1986年8月首部作品后，东映动画又推出了第2作，2年后还发行了美版，这也是最早登陆北美的北斗神拳游戏。这作的故事大约对应了漫画112话到210话左右的内容，但简化了很多，讲述了初代最终 BOSS 拉奥死后的故事。经过数年的短暂和平，总督沙高假借天地之名统治元斗之阵，抓走了村民。剑次郎联合旧友林、巴托等人对抗沙高的势力，并最终揭露天地的阴谋。敌人也主要是帝都篇中的人物。这座整体的框架和初代差不多， A、B 两个按键是拳和腿的攻击，方向键上跳起，进入特定的门还是得按方向键上加 A、B。消灭敌人有时会掉落升级力量的道具，可以逐步提升星星的等级，显示在画面的顶部。1到4星和5到7星分别是不同的升级道具，每提升1星获得新的能力。1星连续踢腿，2星连续出拳，3星拳打脚踢击打敌人释放的道具，4星体力恢复，5星加快移动速度，6星同时按下 A、B 键发射光环，可用数量显示在星星下方的一行。7星出现经典的爆衣，同时提高防御力。另外还有些其他的道具，金项链激活无响转生，一段时间无敌；银项链补充光环的次数；北斗的旗帜恢复生命。这代关卡数增加到8关，每关还增加了一个小 BOSS。面对大 BOSS 时，第一下打中弱点，减少 BOSS 1/3的血量。满足条件击败 BOSS 也会出现奥义的名称。第7关的 BOSS 是法鲁哥，在没有续关的情况下击败他，才能来到最终的第8关，面对无名修罗。在继承了初代玩法的基础上，这座其他的方面还是有些提升。首先是加入了只有 BOSS 战的 VS 模式，游戏的画质水平，特别是场景的描绘比第一部要好很多，起码可以通过场景判断来到了什么地方。敌方杂兵的设计、行动轨迹和动作相对合理了一些，虽然还是有滑行的敌人，但没有上一座那么夸张。BOSS 的攻击招式也有了一些特色，整体还达不到优秀动作游戏的水平，不过有了漫画内容作为加分，算是可玩的一作。个人评价3颗星。热血硬派国服君由 Technos 开发的著名游戏，该系列的第一作。原始版本是1986年发行的街机版，是一款重要的作品，成为了后来轻版动作游戏的范本，有很多开创的元素，包括人物的移动方式、组合攻击系统和街头主题。设计师岸本良久以自己高中的打架经历，结合李小龙电影带来的灵感，开发出这部作品。街机版成功后，有了众多的移植版本。来到红白机上，先后发行了日版和美版的卡带，两个版本有些区别。日版由 Technos 自己发行，游戏主题是热血高校的国服君从黑帮手中营救自己的好友。1年后的美版发行方是泰东，美版游戏名直译过来叫做叛逆者，主题是 Mr. K 从黑帮手里救出自己的女朋友，所有的人物角色形象都做了更换，场景贴图很多都进行了重新的设计，视觉上区别很大。这里还是以日版为主来讲解。游戏采用等距视角，角色和背景以3/4视角呈现，人物可以多个方向移动，基本攻击为正向出拳和反向踢腿，同时按下 A、B 使出跳跃飞踢，连点向左或向右方向键冲刺，冲刺后也能接飞踢，面对墙壁使出飞踢触发反弹攻击，踢腿将敌人打至弯腰状态，可以接着抓衣领，然后使出膝顶接打或背摔，倒地的敌人骑到对方的身上持续输出，伤害很高。红白机版的4个关卡设计和街机有些区别，每个关卡分为几个较小的场景，同屏敌人数量也较少。前几关的 BOSS 战采用了1v1的战斗，第2关增加了独特的机车追逐内容，骑上摩托和敌人较量。最后一关改成了多个房间分支路线的设计。作为街机的移植版，红白机上的这座总体来说还不错，设置了3个难度级别，还加入了独特的内容。不过机能的限制导致同屏人数变少是个硬伤，这严重削弱了街头打架的氛围，被敌人围住后以1敌百的畅快感减弱了很多。
热血的温度不够高，而且放在家用机上流程偏短，10分钟左右就能通关一轮。个人评价3星半。阿格斯战士，也有翻译为阿尔戈斯战士或者未来战士。最早是1986年特库摩推出的一款平台动作街机游戏，后来多平台移植，红白机上的版本做了较大的改动，加入了大量的 RPG 元素，并调整了游戏的玩法。后来在包括街机的所有版本中，红白机版被认为是最优的。故事的背景，阿尔古尔被称为乌托邦天堂，被5位印度拉神管理，直到邪恶的兽王利加尔降临，圣地被他的天空城堡和野兽大军侵蚀。预言中，当宁静的土地被恶灵覆盖时，勇敢的士兵将从死里复活，拯救受迫害的人。于是阿格斯的战士出现对抗利加尔。主角的武器叫做 Discammer， 一种被长链连接的锋利盾牌，攻击时像扔溜溜球。人物可以跳跃，跳到敌人头上不会受到伤害，是某些战斗时的重要技巧。按下暂停键后进入菜单页面，显示人物的属性。腕力类似攻击力，胸力类似防御力，随着不断消灭敌人可以提升。右侧的3个表示可以使用的法术，分别是攻击增强、全屏释放伤害和恢复生命。使用需要消耗精神力的点数，通过收集消灭怪物掉落的星星获得。3个法术分别消耗3点、5点和7点精神力。画面右上方显示人物的生命，当腕力每提升到一定程度，增加一格生命的上限。整个游戏是一个半开放式的世界，开始就能在一些不同的区域移动，但会受到限制。场景中很多洞门都可以进入，里面的隐士会给出推进进度的提示。之后分别在不同的地点找到5位印多拉神，每个神都会给主角一个重要的物品，这些物品帮助主角获得特殊的能力，可以到达新的地点，如抓钩可以爬上跳跃无法到达的高处，滑轮能在已有的绳索之间滑动，弓弩向木桩发射绳索，能跨越障碍区域。后面要获得重要道具的地点，通常都先会有一场 BOSS 战， BOSS 都是各种大型的巨兽。收集到最后一个道具神笛，就能进入最终场景天空城堡。在一个大型的迷宫场景穿梭后，见到最终的 BOSS 兽王利加尔，消灭他，游戏通关。这部作品充满了神话色彩，落日、山脉、巨塔这些精致的画面背景，结合音乐，将神话的氛围烘托得很好。敌人各种怪兽的设计也符合神话故事中的样子。人物的攻击动作部分略显单调，但整体操作上还算不错。结合 RPG 成长元素的同时，依然维持了平衡性。加上类银河恶魔城的半开放式探索，游戏性得到了保证。唯一突出的缺点是不能保存游戏，也没有提供保存密码。如果是早期用卡带游玩，不熟悉的情况下通关需要很长时间，无法保存就会成为困扰。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了。个人评价4星半。风云少林拳，这是杰里可在磁碟机上开发发行的一款格斗游戏。可以看出作品的内容很多地方都借鉴了科乐美的功夫。虽然以少林寺为背景，但并没有太多的复杂情节，开发方只是利用了这些经典的中国功夫元素来搭建场景。玩家控制的角色分别和其他的武林高手1v1对决，画面上方左右的扇子表示2个人物的血量，通常都是一局定胜负，输了游戏直接结束。如果获得足够的分数，奖励小扇子相当于多1条命，或者拿到场景里飞行的葫芦，死掉还能和同一个对手再来一局。操作方式是游戏最大的特点，也很奇葩。所有的动作都是基于方向键的8个方向，没错，是8个方向，不是4个。方向键左右人物前后移动，按上键跳起。接下来的都很特殊，方向键下是下段出拳，后和下一起按是后空翻，后上是前空翻，前下是中段出拳，前上是上段出拳。这些方向的操作结合 B 键，变成各种踢腿的动作，但单独按 B 键时没有任何动作。一种招式如果按着不动，会反复的使用这招。A 键仅在第9关和第10关用于跳跃，11到13关用来投掷飞刀。游戏总共就是有13个关卡，实际上是6个对手，
连续2关的人物贴图一样，只是换了衣服，但设定上表示了不同的人物。6个对手角色的招式上有自己的特点，有的是近战型，也有远程的类型。最后一个长得像国王的角色有3套衣服，名字分别是玉流、雷流和天龙。通关后关卡开始重复循环，难度上升。虽然控制方式很奇葩，但这不算是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攻击命中的判定，在拳和腿出招的瞬间，拳头和脚面的距离刚合适才能有击中判定，所以在很多的时候都能看到人物的攻击穿过了对方的身体却没有伤害，甚至整个人也会穿过对方的身体。从游戏的设计思路看，杰里格显然想要在功夫格斗类型上有所发挥，但第一次尝试算是失败了。1年后他们又推出了续作，做了不少改进。个人评价1星半。爱战士，科乐美针对磁碟机开发的一款动作冒险射击游戏，原名直译叫爱战士尼克尔。尼克尔是主角的名字，一个14岁的天才发明家。他发明了一种次元太空运输装置，邪恶的外星势力想要得到它，绑架了尼克尔的女友斯黛拉。设备的一个关键部件碎成了7个碎片，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尼克尔需要把它们找回来并解救女友。在一个俯视角的场景里，尼克尔可以在多个方向上移动和跳跃，攻击武器是一把枪。每个关卡的目标是找到3个设备上的钻石碎片过关，类似塞尔达的形式，画面到了场景边缘会滚动切换，但有的场景就是一个单独的房间，或者有上下楼梯的部分切换场景。整个关卡也是一个大型的迷宫，画面内的敌人除了 BOSS 之外，消灭之后都会重新刷出来。游戏里有大量的升级道具，按下暂停键可以查看收集到的各种物品的数量。武器提升的道具有3种，分别是增强威力、增加射速和子弹飞行的距离。动力鞋提高移动的速度。这几种物品可以上升3个等级。Cosmo 球对全屏敌人造成伤害，按选择键使用。宇航服减轻敌人的伤害。宇航员裤子抵御熔岩、海水等不利的地形。这2件道具收集上限是99，被攻击或到特定的地形自动消耗。能量罐提升生命的上限，最高到5个血条。不同颜色的苹果回复血量，颜色不同效果有差异。爱心也能少量回血，还可以获得分数，到达一定分数也少不了科乐美超人作为奖励。总共7个不同的主题关卡，敌人种类也不一样，分别是奇迹世界、巨石阵、遗迹、绿色迷宫、海洋与岛屿、机械之城和最终关卡水晶宫殿。外星人的首领最终 BOSS 是一个像牛魔王的怪物，击败他救出女朋友通关。这部作品的整体难度不是很高，各种道具很充足，不小心掉入陷阱也不会挂掉，而是掉到地下，只需要从特定的位置就能返回。操作和射击的感觉不错，场景里很多地方都可以破坏。游戏没有特别突出的特点和标签，但音画水准仍然在线，这就是当时科乐美水平的常规发挥，已属于中上等的优良作品了。个人评价3星半。侦探神宫寺三郎，新宿中央街公园杀人事件，著名的侦探冒险系列的第1作，也是一个长寿的 IP，30多年时间在不同的主机和掌机平台发布了几十部作品，也有小说和漫画出版。在2003年以前，这个 IP 一直属于 Data East 的旗下。Data East 破产后，将版权转让给了 WorkJam。主角人物是侦探社的社长神宫寺三郎，另外2个角色御苑洋子是他的助手，刑警熊野参照，2人也是系列的常客。本作的故事内容大致是，在新宿中央公园发现一个女子尸体，身份确认是 East 酒吧的人气女招待高田桃子。刑警熊野邀请神宫寺三郎参与调查，初始锁定的2名嫌疑人经过调查后都有不在场的证明，后来发现谋杀地点可能不在公园，再次调查时发现桃子可能因为获得其生父的财产而被人合谋陷害，凶手将桃子叫到酒店，在房间里将她勒死，然后乘坐悬挂式滑翔机从酒店屋顶飞出，把尸体从天上扔到公园的场地上。游戏的系统和其他冒险类一样，采用选择行动指令的方式，这些指令都是文字形式，
除了常规的一些指令，还有一个威胁指令，在特定的情节下有用。如果调查陷入僵局，还可以选择点上一支烟。除了在特定场景操作指令行动，也可以在大地图上移动探索，两者交替进行。本作另一个特点是时间系统，调查有30天的限制，每次使用一个命令操作就会让时间流逝一点，在不熟悉的情况下会有大量浪费时间的操作，很有可能导致时间不够用，这也造成了游戏难度较高。作为系列的第一作，就确定了硬派的风格，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搞笑的桥段，都是正经的探案，人物角色的画风也都偏写实，这点和红白机上其他同类形成了鲜明的差异。游戏系统上做的一般，指令界面和大地图探索都不如前面的一款名侦探秋刀鱼，关键的剧本故事中规中矩，算是过得去。个人评价3颗星。家庭竞马，由南梦宫发行的一款赛马模拟游戏，只有日版卡带。虽然这部作品在其他地方不太知名，但当年在日本相当火爆。开始界面选择模式，确定单人或双人后，选择竞赛模式或家庭游戏。先说竞赛模式，进入后先选马，有16匹可供玩家选择。右侧列出了每匹马的属性，分别是速度、耐力、勇敢、跳跃、加速和类型。除了最后一个类型从始至终无法改变外，其他的能力都能升级。确定马匹后，显示赛场的特征和天气，然后会出现一个界面，显示4家博彩公司的获胜预测。双圆表示最看好，单圆为看好，三角形表示不看好。进入赛道后，玩家控制粉色的骑手，方向键控制向两侧移动， A 键鞭打马匹，连续鞭打加速更快，但也会消耗更多的耐力。有障碍的情况下按 B 键跳跃。在比赛进行一段距离后，赛场上随机出现几种道具物品，它们可以提升马匹前5项的属性值，拿到后在下一场比赛中属性会成长。还有立即回复耐力的五角星和负面效果的骷髅头道具，只有获得前4名才能晋级下场比赛，前3名得到对应的奖金。最终目标是赢得级别最高的天皇赏比赛。回到开始界面的第2个模式，家庭游戏。这个模式其他方面和竞赛模式相同，只是多了一个家庭成员的下注。在这个界面的上方显示如1-2、5-6等，表示看好获胜马匹的编号，后面的数字是赔率。这个模式很多老玩家一定不会陌生，国内90年代街机厅里大量的赌马机都是这类下注方法，很容易上瘾。画面下方每个家庭成员手上都有钱，每人最多选择3种下注，并确定下注的金额，总数不能超过持有的数字，最少1个人下注即可。在完成一场比赛后，也会多一个家庭成员的结算画面，看是挣了还是赔了。说实话，这款作品上手玩起来很有意思，虽然操作简单，但其中有很多技巧需要掌握。比如马匹的类型属性不能成长，但它很关键，数值越高，应对复杂赛道的能力越强，到后面的赛道就有优势。不过这项数值越高，其他的初始数值就会很低。鞭打的节奏也要把握好，太频繁鞭打到后面没有耐力会输得很惨。还要利用马匹之间的碰撞为自己加速或阻挡对手。如果跑得领先太靠前，视野受限，不利于获得道具，应对障碍的跳跃力也会减弱。弯道时合适选择内外道，并处理好内道的泥泞路面。除了各种技巧，还得有运气。开场前的天气是随机的，不同天气对场地的影响很大。升级道具出现的位置也是随机的，每个赛道能拿几个不好说，升级太慢到后面注定会被淘汰。所以综合下来，想要赢得天皇赏并不容易。马匹升级、技巧加运气的组合，游戏性极佳。个人评价4颗星。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喜欢，还请3连支持。咱们下期再见。